如果你的录取通知书还没有到，别着急，可能走的是水运。怪不得今日运势让我远离水，我这发生了洪涝灾害。都这情况了，还有人去上班，这是真爱上班啊！我的抽水车大军出动了，他们会把水全部吸走，防止洪涝灾害对我们的城市造成破坏。刚才的洪涝灾害造成了42名市民受伤了，但我的城市还没有医院让他们去治疗，马上安排。我找到了一片空地，就在这建设大型医院吧。而我的规划是在这片地建设商务写字楼。现在年轻人加班都严重，身体容易受损，而医院就在旁边，主打一个服务到位。我称这座医院为香春树国际医院，好名字。既然是国际医院，大门就得体现出国际范。我直接放上2座凯旋门，寓意来这看病的市民都能凯旋而归。再整点中式的，我拿古代城墙来围住医院的四周，显得我们院很庄严。只留着一个门，进门都得安检，就算钢铁般的意志被识别出来了，工作人员都要对你进行10遍搜身检查，非常严格。我还把这条道路两旁种上了花花草草，让我们这里很温馨，和到家一样。这边还有一个空，加上一座大门，妥了。我这的风格多样化，比当今国际局势还要丰富。第一座建筑先来一栋急诊大楼，可以快速抢救病号。我刚盖好，救护车就开始去拉客户了，一辆接着一辆。其实医院比较硬伤的一个问题就是停车位太少，我就给医院建设上大面积停车位。有次我屁股疼去医院，停车停了很远，要走到医院去，那次我好难过。所以在医院里停车位一定要多，两旁都安排上停车位，主打一个停车无忧。我再放上儿童门诊，和刚才那个门诊大楼分开。如果家长领孩子去打针，孩子肯定又哭又闹，别急，我在门诊前面放上2座蜘蛛侠雕像，这样一来你就说走宝贝，带你去看蜘蛛侠。哎，这不就跟着来了吗？再来一栋体检中心，这栋建筑设计的很有科技感，显得我们医院也比较年轻化，重视设计。救护车已经回来不少了，希望我的市民们都健康。再来一栋养老中心，我放到儿童门诊旁边吧，这样一来，孩子和老人的身体健康可以同时照料到，上有老下有小。而且我还发现有个建筑叫瑜伽花园，也属于医疗建筑。离谱，瑜伽怎么能属于医疗呢？正当我迷惑的时候，我在这群练瑜伽的女生中发现了一名男生。我突然想到我之前看到的一篇文章，让精神充分愉悦，一定程度上能起到防病治病的效果。好家伙，这兄弟找到快乐的方法了。我得解释一下咱们医院的住院部啊，因为建筑有限，我暂时用学生宿舍当一下住院部吧，都一样，一个屋里住好几个。再给医院放一座公园，改善一下院区的环境，这样有助于病人在这散步，恢复健康。我再放上2座奶茶店啊，我这不是喝的，我这是钓鱼执法。我看哪个生病的人还好意思来买奶茶喝，这是不想出院了，想续费居住。下一个建筑我都不敢读，我有点害怕，叫遗体冷冻库，有朝一日利用科技可以复活。这一个啊，可以挣富豪们的钱，就放到养老中心旁边，大爷们啥都见过，不害怕。就算半夜看到这有蹦跶的，大爷眼花也看不清。医学实验室可以分析临床样本，制造新的治疗药物，这个很有必要。我们香春镇自己也可以研发药物了。这么大个医院，我放个公墓吧，也用得上。听说过红杏出墙，公墓出墙投资建，问题不大。我挪一下城墙的位置，便能妥善解决。再放一座医学院在这里，这栋大楼啊，培养医学生，毕业了直接分配到香春树国际医院工作。实习工资先来1万吧，毕竟咱们香春镇的最低工资标准就是1万。看着大楼和我的格局一样高，很快香春树国际医院的人流量增多了，有了人气，而且安保力量也到位，院区的保安都是配备的小坦克啊，我相信我这里不会发生医闹。说到院区的安保力量，我直接来驻兵吧。香春树国际医院安保部队成立，负责维护院区的安全及周边巡逻。虽然说是保安室，但专业设备都有，哨塔、悍马车，还有直升飞机，一支不容小觑的力量。但是有些市民并不同意我在这院区驻兵，在门口游行示威啊，不懂我的良苦用心呀，把他们删掉。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就没有问题了。医院是吧？我觉得得有一座寺庙，这是一种精神寄托。但我怕有人在烧纸，引发火灾就不好了。我给这里立上2个大牌子，提醒一下市民。这个时候停车场停了不少工程车辆，应该是哪个工地组团来体检了啊。不过另一边这是什么东东，搞什么飞机？飞行员是肚子难受吗？直接停这儿了，这么急迫，这不符合规矩。我给他挪出去，再给他修建一条跑道。 OK， 看完病就抓紧起飞，把飞机挪走，违规占道了。哎呀，整个城市就剩5个病人了，这是好事啊。不过还有一个不好的事，咱们医院不得倒闭啊，我这可是斥巨资建设起来的。我来到咱们的自来水厂，这里掌握全市生命源泉的地儿，我把排水站给关掉，这样呢，污水就流到市民的家中了。大家饮用了杂质水，纷纷出来了污水倒灌的图标，而生病的市民数量也急剧增加。救护车倾巢出动，哐哐赚钱，救援直升机也正在路上，哎，不对啊，正在天上，欢迎大家前来。算了，这不行，欢迎。